5年前，他去玩鸭子，被夫家退了婚，这件事人人皆知。以后让我听到诸如此类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你的舌头就别想要了。我就是洗个手。林墨，安排他去当清洁工。是叶总编，你应该感谢叶总的慷慨仁慈，毕竟被恒亚放话开除的员工，在其他公司也不敢招。是，谢谢叶总，谢谢莫哥，谢谢。什么？失效了？是的，宋小姐，这张支票今天一早就失效了。3个加起来都快要600斤了，要是实在招架不住，你就这是怎么了？昨天还都好好的，今天怎么什么都没了？今天我过来的时候，地毯上有很多血，我估计是出人命了吧？你还是别过问了。什么？嘘，小声点，你不要问了。亲爱的丫丫，你还活着吗？亲爱的丫丫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贪财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把你卖给那3个富婆，我道歉，我忏悔。丫丫，丫丫，太好了，你没死！干什么？这是我点的少爷，他是我的，今天不上班，跟我走。张姐，你这个贱女人，连我的人都敢抢！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来呀，把这个贱女人的衣服给扒了，我要看看你里面有多骚！我真的是认错人了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你干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连债务人都能认错，你脑子是什么做的？我还以为你还想叫帮手，来呀，上！先跟我走。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，丫丫？换个称呼。我又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司灵叶。司灵叶，这名字还挺耳熟的。丫丫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是怎么有这么贵的车的？你可不要告诉我说你是个富二代，出来体验生活，兼职做鸭吧？你脑回路能不能正常点？难道说是客户给你买的？所以说你不仅在海悦兼职做鸭，一边又被富婆给包养了。那我上次去海悦没找到你，也是去陪富婆玩了。你怎么就知道恩啊？富婆1个月给你多少钱啊？你能坐起这么贵的车，她对你一定很大方吧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有没有100万？80万？50万？我这个这么抠吧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协议上面写了什么？协议上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，3个月内你的收入要分我1半，我可没说只有海悦的收入啊。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贪财好色，死性子。你别生气嘛，我那么爱钱都是有原因的。你想啊，我只有了钱，我才能摆脱我现在的悲惨生活。就比如说今天，我出门差点被车给撞了，后来上了电梯还摔了一跤，之后又因为迟到被人罚去洗游泳池，弄得我全身都湿了。后来还碰见了流氓，
晚上还得和人打架，你知道我这一天有多难吗？所以说，做了坏事是会有报应的。什么呀？那都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魔鬼老板，知道他有多变态吗？就是他那个李特助，今天早上在电梯撞了我一下，害我摔倒，然后就是他让我在游泳池里面捡戒指，弄得我浑身都湿透了。你知道那游泳池有多冷吗？给我都快冻死了。关键是我又没得罪他，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这么欺负我。我觉得呀，他一定是童年不幸，有心理阴影，所以才那么残暴恶劣。停车！滚！宋璇，部长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调到新的部门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去部门报道。保安？没搞错吧？为什么是保安啊？你犯了大错，现在只是调离部门，薪资不减。叶总啊，已经对你很宽容了。为什么？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少废话，赶紧去吧。哟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我们恒亚向来只有男保安，今天竟然来个女保安。哎，无奖问答，是什么原因让这么美的小仙女被贬下凡呢？遇到魔鬼。行了，都去干活去吧。今天第一天来上班，对工作岗位也不太熟悉。这样，你跟着小刘一起去停车场巡逻吧，那边事情也少。谢谢。新来的第一天嘛，带你来这里熟悉熟悉。快跟我去迎接。谢谢。景晨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也不得不分开呢？不会的，小雪，我此生非你不娶。傅景晨，昨日种种，全都是人非了。哎，叶总早上好。放屁！都已经10点半了。看来让你当保安也不太合适，或许应该让你去做清洁工。叶总早上好。叶总，您吃早餐了吗？您要是没吃的话，要不要小的去给您买？好啊。啊？那你听好了，苏云记的香煎包，玉兰阁的牛骨粥，翠绿坊的珍珠小菜，星北做的手磨咖啡。今天简单点儿，就这些吧。就这些？哦，对了，半个小时之内送到16楼会议室，如果没有送到，明天就准备调去清洁部吧。你说我为什么偏偏就嘴贱，非要问他吃不吃早饭啊？嘘，千万别给别人听到了。敢说叶总是魔鬼，你胆子可真够大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我半个小时买到那些东西，根本不可能啊！李特助说的那几样东西，我连听都没听过。这种高档的地方，可能只有有钱人去过吧。有钱人？那他应该知道。喂，我亲爱的丫丫，你早晨应该不上班吧？有事？江湖救急，我的那个魔鬼老板，他要对我赶尽杀绝。哎呀，恳请丫丫大侠救小女一命啊！恒亚集团的总裁为难你，我怎么救你？丫丫，你不会要真的见死不救了吧？我说过，别再叫我丫丫了。我那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的大帅哥，求求你了！你说吧，要我怎么办？还有9分钟，电梯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坏了？谢谢。副总，副总，
副总，我们先上去吧，会议要开始了。叶总，目前这个项目的情况是这样的。进。你迟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公司的不同方位买回来的，而且电梯也坏了，所以我才……怎么？是我的问题？叶总，我看他就是个小人物，哪有胆子怪罪老板呢？就不要因为他浪费时间了。我们继续开会吧。我听说副总对待下属无比关照体贴，今天一看果然如此。不过他是我恒亚的员工，副总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？这你可想错了。其实今天我就是要和我老板过不去。不过叶总，您现在已经不是我的老板了。你被炒鱿鱼了。他是在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被炒鱿鱼了。像你这种阴晴不定、道貌岸然的老板，老娘我不伺候。不过我建议你啊，去看看心理医生，有病赶紧治病。小雪，副总，我们认识吗？小雪，别这么叫我。我不过是一介平民，您是堂堂寰宇总裁，而我不过是一介平民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更何况，你现在已经娶妻生子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为好。去做点小生意吧，别再打工了。3000万，还真不少啊。看来我们的情谊也并不是一文不值。我虽然缺钱，但我绝不要这嗟来之食。下次见面就当不认识吧。那个姓傅的有什么好？他都背叛你了，还值得你为他这样？其实当时那件事情，我们2个人都有错，而且是我受人蛊惑，做错事在先，他悔婚在后，我也没什么可怪的。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有良心的。我当然有良心了。我跟你说，遇到像我这样有良心的老板，你就偷着乐吧。啊，我那个没良心的老板，每天就知道折磨我、欺负我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哪得罪那个恶魔了。你走的时候不是很潇洒吗？反正现在已经解脱了，还委屈个什么劲？其实当时走的时候是挺帅的，但是其实我转过头来就后悔了。想找个工作多难啊！自断后路是愚蠢的行为。洋洋，你说我现在可怎么办？我又失恋又失业，再这样穷下去，我连房租都要交不起了，房东就要把我赶出门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开张养我呀！那你哪来的胆子炒掉老板？当时不是在气头上吗？我看你不如回衡阳求求叶总，万一他大发慈悲就让你回去了呢？啊！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收回我之前说的那些话。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回到衡阳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真的做什么都愿意？当然了，只要能让我回衡阳，以后那个魔鬼老板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默默忍受的。这就对了。啊？你说什么对了？没什么。
喂，人事部？什么？我明天可以正常上班了？行，我一定会准时到岗。丫丫，我不用失业了。丫丫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！你说你又能帮我赚钱，还能给我带来好运。那你怎么谢我？丫丫，拜拜。我真是疯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叶总，早上好。叶总，您的早餐已备好，苏云记的香煎包、玉兰阁的牛骨粥、翠绿坊的珍珠小菜，还有新北做的手磨咖啡，货真价实，如假包换。叶总，上次冒犯您是我不对，属下昨天晚上已经痛改前非，亲自给这几家店面打电话，现在早餐都还热乎着呢。懂得识时务了。叶总，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吧。看你表现了，奖励你。谢谢叶总。李特助，叶总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叶总每天的早餐都不一样，这是上周四的早餐，今天周五，他吃西式早餐。装逼遭雷劈！叶总，祝你有个好心情呢。李默，叶总，您叫我。我今天突然不想吃西餐了。那个嚣张的小员工买的早餐还在吗？不是，叶总，您刚刚说我就……没事，你下去吧，我下去巡视一下，看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工作。啊？您去哪巡视啊？从停车场开始吧。以后啊，你再给叶总买早餐，可得打听好了。知道了吧？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过去看看，你在这里等着。行。小心！小雪，你没事吧？景晨，景晨。我说上次副总怎么会帮一个小小的员工说话？原来竟是我没看出来。副总的眼光什么时候这么差了？副总的眼光什么时候这么差了？副总在我恒亚受了伤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不知道会被演绎成什么样子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哼，副总英雄救美，真令人佩服。虽然这个小保安不是什么美人，不过我这个当老板的，还是要替他感谢你。别说了，你赶紧去医院。我真的没事。叶总，我是要上去找您，您这是……我突然有事要出去，真是辛苦副总白跑一趟。啊，没关系，你有时间我再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刚刚箱子倒了，差点砸到我，是副总出面救了我。小刘，副总是因为我而受伤的，我要送他去医院，你能不能帮我跟保安队长请个假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们走吧。叶总认识你？他是我老板，我当然认识他。只有工作关系？
不然呢？他这个人非常危险，最好离他远一点。像他这种不可一世的人，是不可能跟我这样的小人物走得近的。别想了。那就好。老公，宋雪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这个贱女人，景晨都已经结婚了，你还死皮赖脸的纠缠他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只有你才会纠缠别人的男人。景琛受伤了，所以我送他来医院。我就知道你一回来就没好事，你就知道勾引我的老公，你这个贱人，怎么就知道抢别人东西？闭嘴！老公，你竟然为了他吼我！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？难道你忘了吗？当年他是怎么对你的？订婚那天晚上，他去夜色找鸭子，让你颜面尽失。现在他有个野男人生了个野种，她就是一个人间可负的女人。送少夫人回去。是。景晨，我不走。景晨，放开我！不好意思啊，小雪，雨晴她有些误会。没有误会，他说的都是事实。小雪，他刚刚说你有孩子了。孩子的父亲是？孩子的父亲是个普通人。我们宋家没落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出现，他爱我护我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知足。我建议你也应该向前看，珍惜现下。既然医院已经到了，那就去吧，我先走了。查一查孩子的父亲是谁。小刘，小雪，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了？每周的来访记录都是队长交给李特助的，偏偏今天队长请假，又偏偏今天李特助和叶总去开什么会，让我把这些资料送到总裁办公室。不就是一个总裁办公室吗？瞧把你吓的，你平时都还没有机会去看呢。你说的轻松，叶总今天心情很不好，我怕撞在枪口上。哎，好啦好啦，要不我帮你去送吧？真的吗？当然。谢谢。叶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能让我留在衡阳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孙经理，你上次企图强奸女职员，叶总只是把你调去清洁部打扫厕所，已经很仁慈了。可你不仅不吸取教训，还在停车场蓄谋害人，现在还有脸求叶总再给你一次机会？竟然是他搞的鬼！不是这样的，那只是个误会。你以为你捣毁执勤台的监控，就没有人知道了你的罪行？停车场的车都有24小时的行车记录仪，随便一辆车的监控录像都记录下你的罪行。是，我是想报复宋璇，他们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你咽不下这口气。再说，我也没有伤害到其他人，我也没有想过会给叶总带来什么麻烦。终于肯承认了。林墨，把他处理掉吧，别让他污染我的地方。是，叶总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交给警察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送资料的，打扰你们了，我马上就走。宋雪，你他妈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来看我笑话？滚开！我他妈杀了你！我他妈杀了你！别动！我现在把他杀了！你冷静一下，本来就是轻罪，不要酿成大错，自毁前程。我有什么罪啊？他不就是个破鞋吗？我玩玩他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因为你该死！你最好现在放过他，否则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什么事情比死更可怕。我他妈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怕什么呀？之所以这么对我，你是不是对这个女人有意思呀？没关系，我他妈还没碰到她呢。只要你把我放了，我就把她还给你。你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哼，站住！难道你想看她死吗？死的是你！
叫医生。是。您醒了，还好伤口没有发炎，不过伤口很深，可不能马虎，得好好观察。您是？我是叶总的私人医生，我姓赵，叶总让我来照顾你。这段时间你的伤势都全权由我负责。不要那么麻烦，我就是个保安。哎呦，你可不要乱动啊！你的伤口虽然没有伤到动脉，但伤口还是很深的，可得小心保护着。我原本的衣服啊，我已经让人清洗干净了。你的手机还有其他东西都在这里放着呢。那个叶母，叶总，他在哪？啊，叶总把你送到这里之后啊，他就走了。不过他告诉我，他晚上会过来的。叶总好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怕我？废话，谁不怕？这是哪儿？你把我带这儿干嘛？这是我家，你在公司受伤，我自然要对你负责。怎么样？死不了。废话，我要是死了，还能在这儿和你说话吗？你这次表现英勇，公司决定奖励你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钱，我想要奖金。你脑子里就只有钱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给我开的那点工资我根本不够花呀。小宠物，叶总，我在这里养伤，工资应该不会扣吧？工资应该不会扣吧？不会。叶总，你慢走。叶总，你辛苦了，谢谢叶总。喂，这几天怎么都不知道主动汇报一下业绩啊？我不问你就不知道主动吗？一点都不敬业啊！没生意。没生意？嗨，这么多天了，不会一单都没开吧？你到底去没去海月呀？这些天都干嘛了？喂？没去。你不会是去找包养你的富婆玩去了吧？再陪一个没脑子的蠢女人。你闭嘴！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没脑子的蠢女人？那是你的衣食父母，你知道吗？说什么话呢？什么叫没脑子的蠢女人？那可是你的衣食父母。什么声啊？你游泳呢？在洗澡。你为什么洗着澡和我打电话啊？想看？臭流氓！我告诉你，你休想对我有想法。我作为一个老板，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下属有任何不正当的想法的，明白吗？那你呢？你受了伤，老板救了你，你还觉得他是个魔鬼？我老板他其实人还是挺好的，又高又帅又有钱，只不过他人有点变态，总是莫名其妙的欺负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最近这几天他突然之间就变好了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被我威严的气质给震慑到了呢？肯定是。哎，说起我这老板啊，平时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受伤的时候啊，他居然把我带到了他的家里面，而且还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诊治了。那有什么奇怪的？这说明他是一个体贴员工的好老板，你安心养伤就行了。
可是我在这里没法安心啊，我这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啊。公费养伤又没让你花钱，为什么不自在？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因为现在我是在了我老板家，很有可能就住在我隔壁了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他对你这么好，应该好好感谢他。感谢什么感谢啊？你现在还听不明白吗？我现在那就是羊入虎口。你想啊，一个公司职员在公司受伤了，为什么老板要把员工带到家里养伤啊？这不奇怪吗？那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很简单，因为他很恋我。宋小姐，今天来给你换药，可能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好。一会儿就来。啊，疼！轻点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宋小姐，我弄疼你了。没事。喂，我吗？小姐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客人？谁啊？我来跟小雪说吧。小雪，我是婶婶，顾雨晴的妈妈，婶婶，她来干什么？小雪，我听雨晴说起，才知道你回来了，这不，立马就带着礼物来看望你和孩子。我和你二叔一直都很惦记你呢。我病了，我不在家。是这样，你二叔安排了家宴，想请你和孩子来家里吃饭。不用了。客气什么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啊，对了。那些个媒体记者们好像一直都很关注你的行踪，我想他们应该很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吧。时间地址我会准时过去。今晚6点，地址就是以前的宋家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5年我们可一直都住在那里。